是。阿娘，对不上呢。对不上，便是有人弄鬼。这些契书和货单上都是阿舅居名，总不成是阿舅自己骗自己吧？那自然不会。可确实对不上呢。那便是你自己算错了。没错啊。阿娘，你看，契书上约定的总货值是3600名，可货单上依照货物种类、数目和单价算出来的，却是4670名有余。这一单生意便亏了接近30%。契书是与谁家签的？买家是平安京元氏社的藤原月明。一名多少文？770文啊。平安京一名多少文？啊？是了，平安京一向尊奉大唐，行的皆是一名1000文的旧制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就对了。你父祖皆信钱，你若是在钱币上这般糊涂，让外人说了嘴，辱没了家世名声，难免有虎父犬女之忌。我又不要做女长子。你再说一遍。女儿什么也没有说呀。世子安康。阿娘，阿俊来了。母亲可在？在呢。让他进来吧。母亲安康。阿姐辛苦。确实辛苦。琉球的天尊王进了一只5色海螺，说是能吹出宫羽之声。小弟特意寻了来，以贺阿姐2酒之辰。却在何处？还不将来我看？放在一边。你为国家世子，此玩物丧志之举，可一不可再？是，谨遵阿姐面会。乏了，出去走走，松松筋骨。儿子侍奉母亲一步。宫室事务繁杂，母亲劳神费心过甚了，还是要多动动才好。觉着你阿爹偏心了？儿子万万不敢。你是儿子，他是你阿爹，有什么不敢？儿子是吴越世子，一言一行，皆不敢忤逆为敌。你这些场面上的言语，留着跟外间说就是，不必拿回自己家里来讲。你阿爹平日呢，忙着朝事，用在你们兄弟上的心思本身就少。你若有什么想法埋怨，不与他说明白，等着他自己在那儿又猜又想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这般的日子久了，父子之间没有嫌隙的，也要凭空生出嫌隙来。父王是君，雷霆雨露，儿子拒不敢抱怨。你呀，想差了，也想小了。元相公故去以后，老臣们凋落得七七八八。沈相公看着身子结实，实则比你阿爹大20多岁，如今也是60多春秋的老人了。这天下汹汹，纷扰未止，这朝事啊，总要有年轻人担起来的。
我知道，阿平入朝呢，比你们兄弟早了些，如今又入了相府，正经参与政事了。你们兄弟看在眼里，这着急呀，心里不平，倒是寻常事。儿子倒无不平之意，儿子只觉得不能为父王分忧，眼见着大郎兄功业比比，这才心生愧疚，想要略尽绵薄之力。与你说话真费劲，你这说来说去的，不就是想要入朝吗？你想入朝，想做事儿，这是好事儿。自家儿子想要有出息，当爹娘的只有欢喜。你放开胆子与你阿爹直说便是了。阿娘，儿是世子，身在贤继之地，这有些话，阿娘能说，大郎兄也能说，儿子却是说不得的。你今儿就是把主意打到老娘身上了，是吧？罢了，我替你说便是了。你阿爹是个爽利人，我生平也最讨厌那种瞻前顾后、黏黏糊糊的性子。你这是随了谁了？便知道还是阿娘最疼我了。想做事是好事啊，这有何不敢说的？是因为阿平吗？阿平呢是个好孩子，也是个能干的孩子，这朝野上下、宫里宫外都看得明明白白。他是个心中有成算的。你总说他像六哥，那依着我看，他更似当年的你自己。你用他，这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都是服气的。那会做事的人当然是要大用，可这不会做事的人，你若是不让他学着做事，那便是过了30、50年，他依旧是个不会。这些话是你想说的，还是阿俊他自己说的？你说呢？自家的儿子，自家心里没个成算呀。我便知道，这些话阿俊他自己讲不出来。知道你还闷着他，怎么说你也是当了小20年阿爹的人。阿俊是个好孩子，我心里都明白。我是想着呀，让他再多长几岁，再沉淀沉淀。上一次他去黄龙岛，偏偏选了龙旗大会时间，正日里跟那个盛家、田家、蒋家，那几个船主厮混在一处，私下里封官许愿，做了许多荒唐事儿。阿佑也在，当时也没把着点儿。不过也是啊，毕竟是亲阿舅和亲外甥，有所偏爱，在所难免。我看他是皮痒了。臣前为郡参见大王。与沈相公见礼。为郡参见相公。臣不敢当世子之礼。沈兄当得起。姑这个儿子，读书的本事平常，也没什么治世才略，只因他生得好，才做了世子。姑毕竟是做父亲的，虽不指望他能成什么大事，但也总盼着他能成器，日后不至于误了国家社稷。韩文公有言：“师者，传道、授业、解惑。天地君亲师，伦常之所重。”姑今日便将世子托付给相公，以束修之礼，言相公为世子父。文学词章皆在其次，教他些做事的章法、规矩，使其知国事之难，梨树之苦，上下之举。姑全权之心，
肺腑之意出于赤诚，还望沈兄谅之。臣惶恐。先生在上，学生为俊，自今而始，愿寒暑问安，晨昏定省，恭临教诲。臣已老迈，出身刀笔吏，才智粗鄙，学识浅薄，恐误了世子。汉初3杰出世，萧何为刀笔吏，成两汉400年之社稷。汉末，三国分鼎，卢植为刀笔吏，门下却教出了昭烈先祖，天下之英雄，能得刀笔吏为师宝，我儿之幸也。既如此，臣奉教。你教自即日起，以世子为郡，为官正使，5日一至相府，习学公事。臣等奉教。老太尉可想清楚了，300万斛粮米，化世仇为盟邦。贵国这笔生意做得算不得亏。邦交往来是用国礼，便是当今前王，昔年共谋和议，也不敢如此奚落戏弄大国使臣。郎君参政相府，却做出这般小儿无状戏码，罔顾国事之重，可是前王之意？我家父王胸中怀的都是天下之大义。南唐君臣割据称藩，裂土分国，违逆天命。我王所不取也。所谓邦交，纯系笑话，又何能有严厉之词？300万斛粮米之意，是本官看在老太尉悬车之年犹有事主之诚，奔走辛劳，颇为不义，故有此问。依大参所言，此非前王之论。纵使成约，亦不过是私相盟会。大参如何做得吴越国的主？吴越国当今大王自是我父。若此事可允，某自当陈情，促成盟好；若此事不得允，老太尉今日便可回国复命了。当年与程昭岳对着，前王屈尊，亲为庖厨，久猎余香，沧海桑田，竟已然是30年前的往事了。程佑其实年少，听闻大王与阿姐讲述前世，若无太尉，我家阿姐也无缘登得国主正妃。这说起来，太尉还算是大王与阿姐的媒人呢。足下贵为吴越元就，浙东盐铁副使。此次将我们约至此处，不会只是为了忆往事吧？前世有祖训，善事中原大国。若吴越与南唐盟约，昭示天下，以抗宋主，这等事情，别说江右6州，
便是贵主肯割让江左3州，大王也是绝不肯允的。有些事啊，说得做不得；有些事却是做得说不得。前王什么都没做，却平白收了贵主6个州郡。宋主虽是行伍出身，却也不是个傻子。足下的意思是，白得将右6州，前王不敢，但私下与我朝同仇敌忾，共抗北朝，前王是敢的。太尉容禀，这凡事只要牵扯到朝廷与官府，限于祖训与统训，5月皆不能允。反之，若是不牵扯朝廷与官府，这生意嘛，却还是做得的。却不知若如此，吴越能给我大唐什么？那就要看贵主如今缺什么。缺兵，缺粮，缺银卷，缺金帛。吴越有的，大唐都缺。吴越有祖训，虽一兵一卒，不能外借。那么，除了兵卒之外，其余皆可借了。若太尉问的是吴越，有祖训在，都不能借。若是老夫不向吴越借，向黄龙社借，这山岳社曾经旗下的营生，如今全部都记在黄龙社旗下。秦淮社是太尉一手铸造，如今黄龙社里晚辈不才，正好当家。既是生意，当年山岳社能为秦淮社做的，黄龙社都做得。只是老夫现下没钱，这生意可还能做得？没有现钱，可以抵押袋子吗？却不知以何物为押？晚辈听闻，这固郡沙州乃是太尉名下产业。崇明镇，吴越要崇明镇何用？陛下，所谓崇明镇，其实不过是长江海口的2片沙洲，名曰固郡沙。每一片沙洲之上设有军寨，驻兵一队50人，为海口哨警之用。先帝以其鸡肋，故命老太尉以秦淮社领之。前王以粮秣辎重器械资我，只是为要这么一片无用的沙洲。启禀陛下，固郡沙并非无用，秦淮社代国家执掌海役诸务，与开京、平安京、暹罗等地往来海贸，船队皆自固郡沙出海。黄龙社船舰精利，把持海路，几十年来多有举语。秦淮社虽不能与之争锋，却亦不曾将国家海贸之力拱手让人。太尉的意思是说，前王是想要独揽海上之力。陛下，海上之力成后，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宋主兵危，则是迫在眉睫之险。请陛下以祖宗社稷为重，割
重明沙州与吴越，取其良资之利啊！陛下，重明之力，非指海贸一事，其地扼守海口，为长江与外海之分界，北临泰州和靖海军，南接吴越之苏州和中吴军，西抵我大唐的江左三州，还有江阴军、镇海军、常州左右乡。一旦吴越兴兵北向，是偏师从海路攻我。其实，宋军在西，吴越在东，朝廷水军首尾不能相顾，长江天堑，恐不复为我所有。陛下，海船吃水深，江船吃水浅。海船一旦越过崇明进入江面，浅滩暗流，十之八九是要搁浅。黄龙社纵横海上多年，却始终不得侵入长江，便是此理。太尉啊，前王到底许了多少粮米辎重和甲械？启禀陛下，不是前王，而是黄龙社。自契书约定之日起，京师东面株洲县驻军，以及镇海军、常州军、江阴军的粮秣、军资、甲仗、银券、金帛赏赐，皆由吴越黄龙社一体当之。陛下，此乃亡国之策。